婆婆拿着软管，强行给刚生孩子的我灌饭，只是因为怕我没奶给她孙子吃，后来又怕我儿子冷，大夏天开电热毯，直接给我儿子热到中暑。而我老公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过去都过去了，你能不能别揪着不放？他毕竟是个老人，我气得浑身发抖，差点吐血。好，既然你们母子这么亲，那好好生活在一起吧。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早产住院，9死1生，刨出5斤重的男宝，皱皱巴巴的小婴在我怀里依偎的瞬间，我忽然觉得一切痛苦都值了。被推出手术室的瞬间，老公赵军簇拥上来，眼睛布满红血丝，张嘴第一句话差点把我高血压气出来。老婆，你不要怪妈，她这一辈子不容易，你别把她赶回老家。我初当人母的喜悦瞬间被一扫而空。你快闭嘴吧，你还让我原谅你吗？老子连你都不想看，等我妈来了，我出了月子，咱俩就离婚，离婚懂吗？旁边的小护士见我被气得脸色绯红，赶紧推开一边的老公，没好气地说：产妇现在很虚弱，需要休息，麻烦您让一让。我找了护工，赵军母子站在病房一边，大气都不敢出一下。小护士站在一边，边帮我挂吊水，边说：产妇不排气的状态下绝对不能吃饭，尤其是不要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病房里静悄悄，只有婆婆弱弱的声音响起：可是她不吃饭，不就没有奶水？没有奶水，我大孙子怎么办？小护士被噎得哽了一下，压根没搭理她，只是细心叮嘱一边的护工阿姨。不怪小护士态度这么差，因为整个医院都知道急诊室来了个倒霉蛋产妇，因为吃了婆婆所谓的转胎药，早产大出血。动手术的时候，婆婆就像个没毛的大马猴，上蹿下跳，要求医生保小不保大。而那个倒霉蛋正是鄙人我。我那自从知道我怀了女儿，就再没出现过的婆婆，忽然拎了一桶鸡汤，说要给我补充营养。我想，这好歹也是我老公的妈妈，硬着头皮喝了几口鸡汤，谁知道里面有婆婆花高价买了神婆的转胎药，直接把我送进 ICU。我要报警！我那平时老实懦弱的老公，竟然不顾我虚弱的身体，一把抢过我的手机，凶神恶煞地说：那是我妈，就是孩子死了，你也不能把我妈送进监狱，要不然我成什么了？我气得浑身哆嗦，差点没从手术台下来。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老娘要是从手术台下来，一定不会放过这对畜生。剖腹产之后，我极度疲倦，护工阿姨带着宝宝去打疫苗，我迷迷糊糊昏睡过去。很快我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佣人拿着一把铁勺，正在疯狂撬我的牙齿。我下意识紧闭牙关，那人见我不张嘴，竟然对我胳膊恶狠狠拧了下去。剧烈的疼痛让我下意识痛呼出声，口腔里瞬间被灌满黏糊糊的东西，把我呛得两眼发白。我一睁开眼睛，就看到我那头发乱糟糟、眼神浑浊的婆婆，手里端着一大海碗白色液体，正用一柄硕大的勺子往我嘴里灌。这下我彻底醒了，反手一把将碗打翻在地，将嘴里的东西抠喉咙吐出来。护士都说了，没排气不能吃东西，这老妖婆是要害死我呀！见我把食物全都吐出来，老妖婆表现得比我还着急，皱着眉头上蹿小跳。你这是干啥哟？你不吃饭，我大孙子那有奶水吃。说着，他竟然又从身后掏出一个保温桶。我本来刚生过孩子，
身体就虚弱。婆婆一直在乡下种地，体格子远不是我能比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过猪贩子卖猪前增重，用一根长长的软管从猪的喉咙里插进去，将一些饲料或者剩饭灌进去，以这种方式在称重的时候可以多卖点钱。此时此刻，我就像那只要上称的猪猡，他一只手死死卡住我的脖子，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根细软管，对住我的喉咙捅进去。我的伤口因为剧烈挣扎开始渗血，双手无力在空中挣扎，却因为喉咙被堵住而用不上劲，只能眼睁睁看着婆婆拿着软管另一端将白花花的粥水灌进我的喉咙。没有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当时的绝望。我甚至有一瞬间因为窒息，大脑空白片刻。幸运的是，医院有一个呼叫护士的按铃，正好在我身边。我拼命狂按，10几秒后，小护士着急忙慌冲进来，一推开门就看到我被压在床上。婆婆眼睛里冒出凶光，嘴里还喋喋不休：“吃，赶紧吃！你不吃，我孙子怎么会有奶水？吃啊！”小护士吓得脸都白了，赶紧叫来护士长。2个人用尽力气才把婆婆从我身边拉过去。我不顾已经往外冒血的伤口，赶紧将管子从我喉咙拔出来，拼命抠喉咙，想把那些粥水吐出来。婆婆被2个人拉着，脸上满是不忿：“你们医院草菅人命，凭啥不让俺儿媳妇吃饭？俺儿媳妇要是没有奶水，俺就吊死在你们医院，俺也不活了！”我忍无可忍，冲着婆婆大喊：“滚！滚啊！老畜生，赶紧给我滚！”病房里嘈杂混乱，久久未见的赵军恍惚间回来，恰好听到我骂他妈妈的声音。而婆婆一看到赵军，那副泼辣的模样瞬间消失，眼眶通红，一把甩开他们的手，扑进赵军怀里：“儿子，他们欺负我，他们嫌弃我人老没用，要让我滚！”房间里静得掉根针都清脆可闻。小护士还想帮我解释：“你妈妈强行给你媳妇喂饭，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我明明叮嘱过，产妇没排气不要吃东西，你们怎么？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别嫌吃萝卜淡操心，信不信我投诉你？”小护士被凶得脸色一梗，一边的护士长来了脾气：“病人在我们科，就归我们管，你们要是再胡来，我们就报警。”我终于缓过劲，气得整个胸腔都要爆炸。我指着赵军他妈说：“立刻让你妈滚出去，否则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够了！赵军怒吼一声，他冲着我怒吼：“珍珠，你太过分了！虽然我妈给你喝药导致你早产不对，但是她也道歉了，你不也没事吗？怎么就非揪着不放？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那还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模样，我看着都恶心。”我气得一口气没上来，怒极反笑：“所以你妈差点导致你老婆孩子一起死在手术台，还拿着软管强行灌我吃饭，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了。”我真是气笑了，从小到大我真没受过这样的气。赵军将他妈紧紧搂在怀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俩是一对。赵军也撕破脸，恬不知耻地说：“我妈就是有错又能怎样？她一个农村人，没什么文化，她不就是心疼你不能吃饭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还想要怎样？”我整个一呆住，我对赵军最后残存的那点夫妻情谊，也伴随着他这句话彻底烟消云散。还没等我开口，只听到房门口一声虎啸：“我去你妈拉个巴子！你害得我闺女和外孙差点死了，你红口白牙就说这是完了。”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身穿绿色运动服、
头烫泰迪卷的老太太，她三步并作两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啪啪啪甩了赵军3个大耳光，然后一脚踹向赵军下体，看着他蜷缩在地上，弓起身子像个虾米。我把你踹倒断子绝孙也是活该，反正这是上一秒发生的事，和这一秒的我没关系。那一瞬间，我只觉得我妈宛如神明从天而降，以一己之力护住了她窝囊无用的女儿。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赵军彻底记恨上我妈，差点让我后悔终生。婆婆跪坐在地上，将赵军死死搂在怀里，她不敢和我妈直面对上，只敢扯着喉咙在病房里哭丧：“救命啊！杀人了！快报警啊！杀人了！”婆婆的声音就像一个坐地小音炮，把这一层炸得没一个安生的。很快，隔壁房间传来此起彼伏的婴儿哭泣声，婆婆置若罔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继续哭丧。那声音一声比一声大，本来就是夜里9点多，她这一嚎丧，好家伙，其他房间灯全亮了。我妈还想上前做点啥，我悄悄拉了拉她的手，果不其然，还没2分钟，走廊里就传来踏踏踏的脚步声，众人的咒骂隔着走廊传到我们房间。谁家死爹死妈了是吧？大半夜的嚎丧什么？把我小宝吓着了，我弄死你！这谁家老太太也太没公德了，不能出去哭吗？这是产科，都是小孩子，吓着了怎么办？保安呢？怎么不管？信不信我投诉你们医院？层出不穷的抱怨若隐若现地传进我们病房。我太了解婆婆了，她根本不在乎，她就是听到了她也不在乎。在几分钟后，走廊里传来踏踏踏的皮鞋声，只见一个身形彪悍、手臂打着纹身的光头壮汉冲进我们病房。你们就是死爹，今天也得把哭给我憋回去。老子好容易得个姑娘，老子媳妇刚睡着，你给我嚎什么？这声音甩我婆婆几条街。婆婆在短暂的错愕后，更添几分凶猛。这是俺们的病房，俺们想干啥就干啥，你想干什么？她话没说完，就被壮汉像提溜小鸡崽子一样提溜出病房。全程没一个人说话，倒是我妈乐得跟什么似的，站在窗户旁边直拍手。那老货被丢了个狗吃屎，真滑稽！早知道录下来了。我还没说什么，只听到一声虚弱的声音悠悠传来：“珍珠，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无论怎么样，那都是我妈。你的素质呢？跟畜生讲什么素质？赵军，你回去就把自己的铺盖行李全都给我扔出去，我会让律师联系你，咱俩完了。凭什么是我滚出去？那也是我的房子。”我直接气笑：“你再怎么这么大脸呢？那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你要是不搬出去，我就报警，说你们入室抢劫了。”说完这话，我妈就连轰带骂，把人赶出去。我真是太累了，这1、2天发生的事，抵得过过去10年。我死死陷入沉睡，却没想到叫醒我的不是我妈，而是手机，是我家邻居李阿姨打来的。她说我搬家怎么不说一声，她好办个欢送会。我搬家？我什么时候搬家了？我调出房间里的监控摄像头，赵军这对母子真的没下线。他们可能觉得离婚是板上钉钉，竟然把我家的家具家电搬走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亲手置办，小到一副碗筷，大到冰箱彩电，这俩货都没放过。透过摄像头，我看到原本精致舒适的小家成了毛坯房，他们甚至连狗窝都没放过。此刻我养的八哥正一脸茫然地看着自己曾经放狗窝的地方，不知所措。我真是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
浑身上下好似被抽空了力量。怎么会有人这么无耻？结婚这3年，赵军往家里一共就拿了2000块家用，全是我靠我的工资一点一点把这个家添置起来。他怎么敢？他怎么敢的？我气得都开始哆嗦，直接打电话报警，说我家被人偷了。警察直接把我婆婆带走。赵军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都没接。赵军是我法定伴侣，他搬东西无可厚非，但是我卧室里一匣子金首饰也不翼而飞。我清楚明白地看到婆婆把匣子塞进衣服里，鬼鬼祟祟跑了。现在她不仅要还钱，还要进监狱。我已经和医院说了，赵军是我快要离婚的前夫，我不允许他进来。赵军进不来，只能给我打电话。隔着电话，赵军咬着牙，像是要把我生吞。你好狠的心，竟然把我妈送进监狱！我心里一点快意都没有，有的只是说不出的怨恨和愤怒。你妈拿了我10万块的婚前首饰，这钱你要是不拿出来，就等着牢底坐穿吧！我飞速将手机撤离，只听到赵军怒吼声：什么10万块？那匣子里满打满算也只有5万。我妈拿出来的时候都给我看了，你不要血口喷人。好的，已经录音。你是你妈的同伙，入室盗窃5万块，被判几年？麻烦你去网上查查。再见。我果断挂断电话拉黑。赵军电话打不进来，就在医院楼下嚎丧，拿着一个电喇叭冲我们这一层号：王珍珠，你污蔑婆婆，丧尽天良！你这样大逆不道的儿媳妇，就应该进猪笼去死。可惜的是，她没嚎丧太久。当初那个花臂大哥，一盆水将她浇了个透心凉。隔着几层楼，花臂大哥怒吼：滚，傻逼！把我闺女吵醒，我把你进猪笼！好家伙，又逼疯一个！在我的逼迫下，赵军把老家房子卖了，赔我10万块，并和我签了离婚协议，孩子抚养权归我，并且放弃孩子的姓氏权，以后孩子跟我姓。不得不说，赵军是真孝顺，为了他妈，孩子的姓都不要了。而我拿到离婚协议的瞬间，浑身轻松，连空气都带着蜂蜜的味道。我自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却没想到更大的意外还在后面。我真的没想到，自我出院后，婆婆和赵军就打着看孩子的名义，整天来我家。保姆虽然是24小时带孩子，但总有点上厕所的时候，而我在公司处理公务的时候，孩子出了问题，保姆急得团团转。隔着电话我都能听到她不知所措的声音：姑娘，可咋办呢？你婆婆趁我不注意把孩子的电热毯插上了，现在孩子热得浑身都是疹子，直接昏过去了，咋办呢？我差点没从椅子上跌下来，那一瞬间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赶到医院的。医生给我儿子做了全面检查，说是因为太热，有些中暑。医生简直气到无语，现在都立夏了，温度少说也有27、8度。你们把孩子电热毯开到最大，是想把他烤熟吗？好在孩子没什么大事，但也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婆婆还在旁边喋喋不休，这孩子出疹子怎么会怨我呢？这都是胎里带的毒，这叫胎毒，你们懂不懂啊？压根没人搭理他，我也顾不上跟他辩论，眼里只有我儿子。谁知道这老货喋喋不休，嘴巴越发不干净。我们老家都说了，这种疹子就是当娘的不守妇道，染上脏病了。只有染上脏病，孩子身上才会有这种痘痘，恶心的嘞！我早就让我儿子不要和城里女人结婚，城里女人整天露屁股露胸，没一个正经玩意。这些好了，把我孙子也带坏了。
我儿子可是有编制的老师，他这种没有固定工作的不正经女人，我儿子才看不上呢。离婚正合我意，我给我儿子介绍一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省得祸害我儿子。婆婆吵吵嚷嚷的声音实在让人心烦意乱。我看儿子暂时没事，扯着头发，扑通一声跪在婆婆面前：“妈呀，我都和你儿子离婚了，你还不跟放过我是吗？我保证你和村里老王头的事情，我不会往外说的，我也不会告诉孩子爷爷的。你怎么就不肯放过我呢？妈呀，你已经把我逼早产了，现在是不是要把我逼死才算完？你不就是跟3、4个男人在床上混的时候被我看到了，我都答应你不往外说了，你怎么就不肯放过我呢？”我哭得泣不成声，直直往婆婆怀里钻。婆婆被我这一番操作弄得脸颊通红，身边陆陆续续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她恼羞成怒，一把将我从身上扯开，对我脸抽了一巴掌。伴随着她的脸，我的身体以诡异的姿态扭曲着趴在地上。保姆抱着我儿子混在人群中，输的一嗓子：“杀人了！恶婆婆把儿媳妇打死了！救命啊！”人群开始骚乱，婆婆坐在地上，两眼呆滞。我躺在地上，涕泪横流。我昏了，但我是装的。所有人都看到婆婆把我打晕。我说自己头晕眼花，看不清，直接起诉婆婆赔偿20万现金。她能有20万？她儿子说是编制老师，多风光啊！实际上工资2500，扣掉五险连2000都没有，20万杀了他都不一定有。婆婆整天徘徊在医院门口，一看到我就冲我下跪，求我原谅她，求我放过她。我知道她什么意思，她不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把我的名声搞臭吗？本来我想搓磨她几天，但是没想到一个晴天霹雳把我打得浑身发抖。我儿子被查出先天性心脏病，需要立刻手术。当时我手足无措，快速准备好钱，想了想，决定还是和赵军说一声，毕竟他也是孩子的父亲。但我没想到，这个决定差点让我后悔终生。护士千叮咛万嘱咐，术前不要给他喂奶。我全程盯着我儿子，却看到赵军在门口喊我。想了想，还是出去。赵军一见我就让我放过他妈妈，我听着就恶心，摔了他一个耳光，就回病房了。儿子小小的身体被推进手术室，我坐在手术室前，心乱如麻，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医生满脸怒容地冲出来：“我不是说不要让病人术前吃东西，你们为什么要给他喂奶？为什么？”我两眼茫然。喂奶？没有啊，现在病人奶液倒流，危及生命，我们只能尽力抢救。麻烦你在病危通知单上签字。我浑身瑟瑟发抖，巨大的恐慌弥漫在我全身。我儿子怎么就病危了呢？明明医生说只是一个小手术，谁给他喂奶了？我把目光投向保姆，他赶忙摆摆手：“不是他。”是谁？我的目光擦过众人，果然看到婆婆极为不自然的表情。她哆哆嗦嗦，嘴巴含糊不清的自言自语：“不就是喝了一点奶吗？怎么就要死了？这家医院有猫腻，儿子咱们转院。是你给我儿子喝的奶。”人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是发不出脾气的。婆婆见我这么平静，还以为我没生气，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谁家生病了不好好吃饭，不吃饭怎么有力气抵抗病毒呢？我就是喂了一点奶，咋就成这样了？不怪我，要怪就怪你孕期不好好吃肉。要不是你不好好吃肉，我大孙子怎么会有病？都怪你，我要杀了你！”我疯了一样冲他扑过去，将他死死压在身下，对着他的脸
左右开弓。婆婆身强体壮，我不是对手。她正要把我扯下来，我一口咬上她的耳朵，唇齿间全是血液的腥臭味。婆婆疼得在地上哆嗦，鬼哭狼嚎。赵军拽着我的头发，想把我从他妈妈身上撤下来，却无计可施。我就像疯了一样，生生咬掉他妈妈一只耳朵。婆婆疼得在赵军怀里，宛如被人拦腰砍断的蚯蚓，四处扭动。我将嘴里的耳朵啐到赵军脸上，不是听不懂人话吗？那耳朵也没用了，不如不要了吧。赵军被我吐了一口鲜血，原本木然的表情此刻变得惊恐起来。他似乎没见过这样的我，有些害怕。没关系，以后这样的我你会经常看到，毕竟这才只是刚开始而已。幸运的是，我儿子有惊无险，医生抢救过来，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这次照顾绝对不要再出问题。我立刻请了2个保姆轮番照顾，并以此为借口起诉到法院，取消老公的探视权。婆婆失去一只耳朵，本身还想用这件事大做文章，但此刻她无暇顾及，因为她最爱的儿子出现事业危机了。我和赵军这段婚姻来得蹊跷又狗血，我俩相亲认识，我贪图他的美色，他贪图我在大城市的户口，各有所求，一拍即合。但我没想过这么早要孩子，却意外怀孕。后来我才知道，是赵军把避孕套戳破，故意害我怀孕。当时我就想离婚，是赵军抱着我的腿苦苦哀求，让我留下这个孩子，毕竟是自己的孩子，我也于心不忍。就这么心一软，孩子月份大了，想打也打不了了。赵军以为我带着肚子，没办法和他闹，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己妈妈从乡下接过来，说是伺候我怀孕生孩子，其实就是来享福。我家有保姆，那里轮得上他来伺候我，整天就是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今天说怀孕不能化妆，明天说我吃得太素，后天说我穿牛仔裤累到他的大孙。我的素质告诉我，不能跟老人家翻脸。或许是我的脾气太好，自从他知道我喜欢吃辣的之后，看我的眼神就不对劲，甚至偷了我的金手镯，低价变卖，买了所谓转胎药。当时我孩子都快9个月了，差点被他搞死，现在又无知愚蠢，把我儿子搞得生死关卡走一遭，就这么放过他们母子俩，我真恶心。我找人调查了赵军一下，这一查还真让我查出点什么。我是做自媒体的，赶上风口也算小赚一笔，开了一家自媒体公司，旗下不少小网红，有一个颇具人气的小网红，主要是做教育。今天他受邀来到我市一所知名私立小学现场直播，让家长看看如今的小学生校园生活是怎样的。碍于他的影响力，校长亲自接待，后面还跟着教导主任以及一些骨干教师。小网红开启直播，家人们，谁懂啊？现在的小学生也太幸福了，你看着大花园，看着就赏心悦目。校长跟在身后，稀稀拉拉的几根头发，迎风飘扬，主打的就是一个宣传。我们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环境优美，老师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来不肆意辱骂殴打学生。希望各位家长来我校参观指导。校长挺着大大的肚子，腰杆子像竹子一样笔直，走到厕所的时候，小网红停下脚步，有些使坏。人家都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学校外面修建得如此漂亮，厕所不会污秽不堪吧？那不可能，我们学校人性化建设，洗手台都是按照学生身高建造。我现在就带你来参观参观。校长是男的，刚走进厕所，
只听见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从厕所隔间传来：“钱呢？你爸爸不是开着玛莎拉蒂吗？怎么你就这点零花钱？我看你爸爸对你也不怎么样嘛。老师，我求求你，别打我了，我的钱真的都给你了，我真没钱啊！”啊！一声稚嫩的哭声从厕所隔间传来，直击在场老师的耳朵。网红直播间陡然激增人数，这显然是有人在厕所霸凌。校长刚要开口制止，却被小网红一把拉下。他指了指手里的直播间，比了个噤声的姿势：“我告诉你，明天我要3000块，你要是不把钱带来，我就和你妈妈说，这次期末考试你没考及格。你把钱带过来，我就偷偷给你答案，让你考双百。”男人阴恻恻的声音透过厕所的窗户，显得腥臭无比。“老师，你别摸我，我妈说那里谁都不能摸，只有我自己能摸。”呜呜，闭嘴，小声点。老师这是帮你检查身体，你还小你不懂。他的声音猥琐而又迫切，就像一根针扎进在场每个人心中。小网红怒不可遏，他虽然没有孩子，但也见不了祖国的花朵被人如此羞辱。畜生！小网红一脚踹开厕所门，只见赵军抱着一个小男孩待在厕所隔间。那男孩已经泪流满面，双手被赵军禁锢，却不敢反抗，嘴角还有一抹可疑的白色液体。小网红当场暴怒，这可是现场直播，直播间更是要直接寄刀片。赵军看到小网红以及他身后的校长和老师，那张窘迫的脸登时黑了下来，张开嘴就开始胡咧咧。他说他身体不舒服，我是帮他检查身体，那我也帮你检查身体吧。小网红是黑带，一把揪住赵军的头发，将他的头发摁进旁边的马桶里。那马桶里不只是水上的厕所没冲，屎尿混合在一起，全都浸在赵军头脸处。我也帮你检查脑子，看是不是里面灌满大粪。你就是个畜生，也不应该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被凌迟处死，就应该被五马分尸。直播间因为过于暴力被禁播，但是数万人现场围观了这场直播。赵军的脸被无数人转载，他们甚至连马赛克都没打。这个时间上，罪恶横行，现实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无数人奔波在工作岗位上，只为了微薄的工资和薪水。他们是为了什么？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能过得好一点。我们拼命挣钱，努力往上爬，就是为了给孩子最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活得比我们好。可如今，这些孩子遭遇了什么？上着贵族私立小学，却被自己的班主任勒索、猥亵。这些词发生在一个7、8岁的小孩子身上，光想就觉得毛骨悚然。热搜词条久久下不去，无数人在网上诅咒赵军，希望他自己去死。我看着那些辱骂以及群情激愤的网友，心里明白赵军完了。我也是偶然一次机会发现，赵军的电脑浏览记录中竟然有幼童淫秽视频。当时我就有些恶心。赵军是小学老师，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竟然看这种视频，他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学生？还没等我质问他，我和他就闹掰了。这次调查赵军也是顺着这条线往下查，果然摸出大鱼。那条幼童视频竟然是赵军班里的学生。我说他工资只有2000多，怎么加得起油？还抽得了软中华。原来是因为他勒索小孩子，私立小学的孩子，家里非富即贵，过于富裕的家庭把这些孩子养得极为单纯。赵军用成绩、用殴打、用辱骂，甚至用猥亵的方式要求这些孩子上供，
或者说是交保护费，按照学生交上来的钱来确定学生在班里的地位和名次。一切长相秀丽的孩子，无论男女，都会被赵军威逼利诱拍摄那种短视频。赵军以此牟利。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震惊加恐惧。我从没想过自己的枕边人竟然是这样的恶魔。我和赵军的夫妻生活并不多，我以为他是不热衷这些，原来是因为我不是他喜欢的。本来想把这件事直接报警，但考虑到此事过于敏感，很可能会大事化小。我让公司的网红去他们学校做现场直播，而赵军什么时候拉学生去厕所，也是我早就观察好的。我甚至花钱引流，让那天的直播间人数节节攀升。如今，赵军成了丧家之犬，他住的地方堆满花圈，过激的人在赵军家门口扔大粪、砸玻璃、系带血的卫生巾。各种威胁恐吓层出不穷，这些还都是小事，关键是那些被他威胁以及拍过视频的父母到处都在找他，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宝贝竟然在学校遭受这样非人的折磨，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现在他连面都不敢露，谁也不知道他去哪了，警察也找不到。直到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婆婆打来的。珍珠，你是赵军老婆，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婆婆在电话里瑟瑟发抖，多日未见，她早没了当初趾高气昂的感觉，声音都带着祈求。我只能求你了，赵军是做了点错事，但那不都过去了吗？那些人还一直抓着不放，真是心胸歹毒。我脖子哽着一口气，刚想破口大骂，猛然想起什么，闭上了嘴。妈，赵军糊涂啊，这事咋能让人家知道？现在我儿子也有了个犯罪的爸爸，你说这可咋办？婆婆跟着我的话应和，没错没错，俺家赵军从小品学兼优，是个好孩子呢。珍珠，我知道你还爱着赵军，他是做了混蛋事，但他怎么说也是孩子爸爸，你不能让孩子没有爸爸吧？那婆婆赵军在哪呢？我去给他送点钱。电话那边沉默片刻，婆婆讪笑两声，在哪你就别管了，你给我点钱，赵军就能活下来。我压了压胸口蓬勃而出的怒火，死死抵住后槽牙，尽可能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下来。妈，我给赵军工资卡打了一笔钱，你让他去取吧，夫妻一场，我也不想看他这样。我话刚说完，电话就挂了。当天下午就听说赵军被捕的消息，赵军的工资卡只能本人去领。我打钱的时候就报警了，警察密切关注工资卡动向，得知取钱地址后，火速联系银行保安，就地压下。据说赵军被捕的时候还死死咬着牙，嘴里骂骂咧咧。我就知道珍珠那个死女人不会这么好心。妈，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赵军被捕，因涉嫌猥亵幼童，被判入狱8年。据说赵军在监狱里过得生不如死，犯人也分3、6、9等。像赵军这样对小孩下手的，最让人不齿。那天被堵在厕所的男孩家长公然放话，赵军一颗牙10万块，一根手指20万，一根脚趾20万，出狱拿牙齿和指骨还钱。如果有赵军被侮辱的视频，再加10万，前提是不能让他被玩死。即使有狱警横加阻拦，但赵军牙齿一颗一颗被拔掉，还瞎了一只眼，手指只剩下3个，剩下的脚趾也被人记着。甚至连他的室友都是出名的暴力强迫犯。赵军生不如死，我以为这就是报应。我听说他的遭遇时，笑的眼泪都出来了。我变卖了本地资产，
准备带着妈妈和儿子去成都发展。谁知道临走的时候，我妈被人捅了。赵军入狱后，婆婆死死盯着我儿子，说是他们老赵家唯一的种。趁我处理工作的时候，婆婆疯了一样抢孩子，我妈死死抱住孩子不让他得手。争执期间，婆婆一刀捅向我妈，路人吓得尖叫，直接报警。旁边的巡警将婆婆压下，我妈差点没抢救过来。据说到医院的时候，抱着我儿子不撒手，见到我来了，才放心进了手术室。我看着浑身是血的妈妈，整个人开始发抖。如果我妈死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恨意几乎要把我淹没。我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转身打了电话。我没有把老太婆起诉到法院，反而写了谅解书，这么送她进去，太便宜她了。我透过小道，把老太婆是赵军妈妈的消息透露给那些受害者家属，那些对赵军有气无处可撒的家长，把一腔怨气全都撒在老太婆身上。她的尸首被人发现的时候，全身上下每一处好屁，浑身被人扒个精光，连乳房都少了一只。她像垃圾一样被人随意丢弃在垃圾桶旁边，连野猫也不愿靠近。那个地方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住户，是拆迁区。这起案件最终无疾而终，老太婆因为无人收尸，被随意扔进焚化炉，烧了个精光。后来我带着妈妈还有儿子去了其他城市生活，重新开始。多年后，听说赵军出狱没多久就被人杀死在家里，死状极其可怕，连下体都是烂的。我听到心里发冷。这场所谓的争斗，没一个人是真正的赢家。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我老公，一个结婚前连他妈生日是什么时候都记不清楚的人，在结婚之后却突然孝心爆棚。我跟他妈闹得不愉快，他叫我让着点他妈。他说我妈生我养我不容易，她现在年纪这么大了，你就不能让她吗？我滚，她又没生我养我，她不容易，关我屁事。于是我连老公一起扔了。生孩子时，因为是顺转剖，我在医院里痛了10几个小时，才艰难地生下了儿子。结果我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老公向文不是第一时间来看我，也不是第一时间来看儿子，而是抱着婆婆，近乎泪眼婆娑地跟婆婆说：妈，您辛苦了。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我生个孩子，让向文知道了婆婆当年生她是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我手术完在病床上痛得死去活来时，婆婆拿我就地取材，教育向文，看到没，当年我为了生你也是这么痛过来的。向文看了眼我，又看了眼婆婆，当即拍胸脯保证以后一定听妈妈的话。我别太离谱。然而更离谱的是，我出院时，向文把原本要照顾我坐月子的婆婆给送回家了。出院后，我只能给我妈打电话，让我妈来照顾我坐月子。我妈一脸懵逼地来到我家，还担忧地问向文：不是说不要我照顾坐月子吗？亲家母出什么事了吗？向文在我妈面前颇有些支支吾吾道：我妈高血压。我在旁边呵呵，他妈高血压个屁，是向文觉得他妈这些年生他养他太不容易了。老太太今年都50几岁了，还要帮他照顾我这么个外人，他良心上过不去。所以谁家孩子谁负责，他希望你过来负责我。向文，我妈，我觉得向文脑子要是没坏，都不至于干出这种时候把婆婆送回去，让我妈过来照顾我的蠢事。倒不是我妈不愿意照顾我坐月子，而是生孩子前，我妈一再地问过要不要她来照顾我坐月子。
当时向文跟婆婆拍胸脯，跟我妈保证不需要，说家里有他俩，不用我妈再请假，只要我妈下班后过来看看孩子就行。对，我妈还没有退休，婆婆家是自己做小生意的，婆婆去也行，不去也行，这才定下婆婆照顾我坐月子。可偏偏向文这时候心疼婆婆，心疼的脑子坏了。于是我妈在了解了前因后果后，二话没说，给我爸打了电话，让我爸开车过来接我回家，把刚出生7天的儿子小星星留给了向文，还给向文留了一段话：谁的儿子也谁负责，你若是觉得小星星不是你的儿子，你去做亲子鉴定，做完亲子鉴定不是你的，你给我们送过来。向文抱着小星星傻眼了，在我爸扶着我出门时，还傻逼地问：爸妈，我过2天就要去上班了呀，我怎么带得了小星星？我爸白了他一眼：就你这个智商，这么个不负责的态度，别再去给你们公司丢脸添堵了。向文，我跟向文是相亲认识的，那年我跟他都25岁，在龙城这个不算大的城市里，都已经是家里人眼中再不结婚就要光棍一辈子的中年人了。但我俩初次见面时，谁都没看上谁。买完单，留了个微信，偶尔会聊聊天。但次年年末，我俩在一起了。起因是4年春的一天，我开车上班去的途中，别人追尾了我的车，但后车司机见我是个姑娘，下车就开始骂人，就说女司机不要上路，净给人添堵，不行，回去重考驾照啊。他声音大，他觉得自己有理，他还长得牛高马大，我打不赢他，也不想跟他吵架，所以我冷静地报警处理了。他在交警来的几分钟里，还是不停地叨逼叨女司机开车上路就应该负全责之类的话。正是他骂得起劲时，向文也开车路过，见我在被骂，将车靠边停下，了解原因后，下车撸起袖子将我护在了身后，跟后车司机讲道理。后车司机这才讪讪地闭嘴了。此后我的车送去修理，他还好心地接送我上下班好几天，我俩也算是彻底的熟悉起来了，时不时地约出去一起吃个饭。在一起是那年的圣诞节，他突然跟我表白了。我想想，我们这1年多的相处挺愉快，也不得不承认，我对他确实也有好感，于是顺理成章地和他在一起了。恋爱2年多后，觉得三观也挺合得来，便把结婚提上了日程。我跟向文都是独生子女，婚前在家人的帮助下，也都自己买了房和车。他家是做小生意的，我父母皆是中学老师，没有谁高攀了谁一说。再加上龙城的彩礼不高，彩礼加改口费一共不到5万。那时公公婆婆也还算可以。谈婚论嫁时，婆婆周秋说的那叫一个好听。她说，现在谁家都是独生子女，最多也就2个孩子，全是捧在手心长大的。你们家养林瑞20几年不容易，你放心，林瑞嫁到我家，那就是我的亲生女儿。事实证明，周秋没说谎，她真的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我跟向文结婚半年后的一个周末，周秋带着朋友来我家做客，指定要我做饭给他和他的朋友吃，还在他朋友面前一顿夸我，说我儿媳妇做饭可好吃了。在我上中学那会儿，心血来潮给我妈做了顿饭后，我妈也是这么跟人夸我的，我女儿做饭可好吃了，好吃程度直逼天津狗不理包子。确实，那顿饭倒在狗盆里，我家狗都不愿意多看一眼。可不巧，周秋来的那天，我周末还在家里加班，没时间给他和他的朋友做饭。向文说他要去做饭，周秋赶忙阻止了，道：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进厨房呢？再说你从小就不会做饭，这会儿逞什么能？瑞瑞一会儿就忙完了，我们还不饿，可以等瑞瑞忙完。他这话猛地让我想起我跟向文结婚后这半年，他经常来找我说的那些话。我跟向文结婚后是住在向文婚前买的房子里，那时我自己的小公寓在出租还房贷。向文当时买房的时候就买在了他父母房子的旁边，只隔了2条街道的距离，所以我们婚后周秋时不时的就会过来我们家坐一坐，找我聊聊家常，跟我吐槽吐槽向文以前动手能力有多差，说向文上高中了都还不知道怎么煮饭，连洗衣机都不会用之类的。我当时也没怎么放在心上，毕竟我在大学毕业前跟向文半斤8两，盐和糖都能弄混。其实向文的动手能力也没有周秋吐槽的那么差，家务我俩基本是谁有空谁做。再说谁家家长不是这么吐槽自己儿女的？我妈跟别人说起我，那就是一句话：我家女儿则可别说了，干啥啥不行，吃饭第1名。她不光说，一定还要加个摇头的动作，表示保真。可此刻我心里咯噔一声，从电脑前抬头看了周秋一眼，只见他老神在在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大概是觉得有外人在，我肯定会给他面子，还问我：瑞瑞，你应该很快就能忙完了吧？我去，感情他以前跟我聊家常说的那些话，不是吐槽向文动手能力差，而是在提醒我别老让向文在家做家务了呀。我想了想，也没扫他面子，答：很快，你们等会儿。只是这个等会儿让他和他的朋友直接从上午等到了下午。期间我还给自己点了个外卖，当着他跟他朋友的面吃完了。他朋友不好意思继续等下去，借口有事先走了。周秋在他朋友走后，面子上过不去，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头都没抬，答：没忙完啊。周秋也没跟我吵架，他跟个林黛玉似的坐在沙发上，委屈的流眼泪。我这人有时候确实十分不道德。我在向文手忙脚乱的去安慰周秋的时候，笑出了声，还一笑就停不下来了，边笑边说：妈，哈哈，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跟个3岁孩子一样爱哭啊？哈哈，我堂哥家3岁的侄女，有什么事都不哭了。周秋大概没想到我是这么个反应，一时哭也不是，不哭也不是了。最后是向文把周秋带出门去吃饭了。他俩出门之前，向文喊我一起去，我笑嘻嘻地对着周秋说：不了，我可不敢一起去，万一吃饭的时候你妈又一顿哭，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他老人家了。向文吃完饭回来后，应是被周秋唆使了，进门就打算找我吵架。他道：老婆，你缺德吧？我妈都哭了，你还在旁边笑。我白了他一眼：向文，你妈什么意思？你真没懂，还是装不懂？向文，你要真不懂，就我把话撂这儿了。你妈下次再要来我这里立威搞表演，你还敢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装死，就别怪我不给你和你妈面子，直接骂娘了。你若是装不懂，以后也别装了。向文，老婆，我妈不是这个意思。你妈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加班呢，一定得吃我做的饭。怎么，你做的饭有毒？我俩平时自己在家，你做饭都是在给我投毒。我怒了，还是你家原本并不是想娶媳妇，只是想找个保姆。若是想找个保姆，那也行，每个月按照保姆的行情，让你妈给我开工资。向文见我真动了火，才赶紧跟我道歉：老婆，
我错了，真错了，这事儿便算过去了。我那时候真没把周秋来我这里搞表演的事当一回事儿，谁家还没有一地鸡毛啊？就我爸跟我妈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奶过来我家时，偶尔也还因为家务应该谁做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跟我妈吵几句呢。当然，我爸一般在两人还没吵完之前，就赶紧先把家务给做完了，然后转头自嘲地跟我妈和我奶说：“你俩没必要为了让我勤快点，还假装吵架哈。”所以，我以为向文应该也会跟我爸一样，只要有点眼力劲儿，都该知道怎么处理我跟他妈之间的矛盾。向文在后来1年里也确实处理得还行。周秋爱哭这个毛病，想必不是1天2天了，不然不可能做到如此收放自如。但在此后1年里，他愣是没在我家哭过一次，也没再在我面前提出过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当然，背地里有几次，周秋哭哭啼啼的给向文打电话诉苦抱怨的时候，也被我听见过。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大概就是2点：一说他好歹是长辈，我这个儿媳妇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让他在他朋友面前丢了这么大的脸；二说他那些年跟着向爸一起做生意，钱没赚到，又忙得昏天暗地就算了，还要独自照顾向文。现在向文结婚了，却不跟他亲近了，不过都被向文给顶回去了。向文，妈，瑞瑞那是忙，不是不给你面子，你讲点道理行不行？你来之前招呼都不打一声，谁知道你还带朋友来呀？向文，我怎么就不跟你亲近了？上个周末不是才跟你一起吃饭吗？再说，你什么时候过来我们这里？我们有说你什么了吗？无理取闹也要有个度啊。向文那段时间工作还特别忙，加班比较多，所以语气也不是很好。故而周秋说了几次后便没再说了，也可能还在继续说，只是我没听见。向文更不会因为他妈抱怨几句就来故意找我的茬，反正此后在我面前，周秋好像我俩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隔阂一样，时不时的来我家跟我聊聊家常，问问我上班辛不辛苦。我也不至于蹬鼻子上脸，非得跟他计较他想来我这里立威的事。大家象征性的维持基本社交礼仪，我们都心知肚明。我肯定不会把她当自己的亲妈，她也不可能真如以前说的那样把我当自己的女儿，过得去就行了。我那时天真的以为我是嫁给向文，又不是嫁给他妈。半年后我怀孕，我都没想过要去麻烦周秋。我孕反不强烈，加上向文在家，再加上我离娘家开车也就10几分钟的路程。我跟向文还说过，孕后期实在我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我就回娘家住到生。我妈也说了，到时候让我住回去，她照顾我。但周秋在我怀孕3个月时，突然开始往我家跑得勤快了，帮忙买菜做饭、拖地洗碗，话说的也是十分好听。瑞瑞，你现在怀孕了，不能跟以前一样经常吃外卖了，不干净的。你想吃什么跟我说，我给你做。连我去产检，向文有事都是他陪。有一次向文出差，刚好我又要去产检，周秋顶着大太阳陪我一起去，中途还中暑了，我让他回去休息，他还不愿意回去，说向文出差，我一个人在家，他不放心，于是变成我照顾了他2天。月份大了后，我休产假在家，原本是要回娘家的，周秋拦下了。他道：“你妈不是还要上班吗？没那么多时间照看你。刚好我店里生意淡，我可以不用去，我照顾你就行了。”向文见那段时间我跟周秋处的还行，也说：“老婆，你现在肚子这么大了，
没必要来回折腾。万一你爸妈都去上班了，你一个人在家，有什么事都不方便。我想想也是，便留在自己家了。虽然偶尔我跟周秋还是会因为生活习惯不同有摩擦不愉快，但总体来说，他迁就我颇多。他一个极度爱吃辣的人，我却不吃辣。他那段时间跟着我一起吃的，嘴巴都能弹出鸟来。不但如此，他还总是忧心忡忡地看着我，问就是担忧我怀孕期间出什么问题。他还跟我回忆了一番往昔，道：我当年怀向文的时候，向文奶奶连饭都没有给我做一顿，生完向文坐月子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还没出月子，我就要自己洗衣做饭，照顾向文。顿了顿，妈知道那种心寒，所以肯定不能让你也再走一遍妈走过的路。人心是能焐热的，总不能一直盯着别人做过的某一件事揪着不放。所以礼尚往来，我给他换手机、添新衣、买手镯。他在我给他买的时候，还客气地说不要，说我跟向文两个年轻人本来就没多少存款，现在还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孩子生了之后各种开销很费钱，就不要在他身上浪费那么多的钱了，人间好婆婆了，对不对？也所以在快生之前，我妈来问我要不要请假照顾我，被向文和周秋否了后，我丝毫没怀疑他会突然给我撂挑子不干了，徒留我一脸懵逼。当然此刻一脸懵逼的已经不止我了，还有即将要自己带小星星1个月的向文。我爸将我接回家后，向文打电话过来说：老婆，你还是回来吧，哪有坐月子在娘家的呀？对，龙城不知道哪代人传下来的习俗，坐月子不能在娘家坐，说是会坏了娘家的气运。向文大概就是想，即使他妈不照顾我坐月子，我也是把我妈叫过去照顾我坐月子。他没想到我爸妈直接把我接回家了，更没想到我接他电话是开的免提，我还没说话呢，坐在我旁边的我爸听不下去了，一把拿过手机直接开骂我爸：向文，你叫瑞瑞回去干嘛？是让我老婆过去边照顾我女儿坐月子，边帮你带孩子吗？你怎么不干脆说让我们全家过去伺候你吃喝拉撒呢？你是皇帝吗？我爸，这1个月瑞瑞是不会回去的，你妈高血压也照顾不了瑞瑞，你勉强能照顾好小星星就不错了，照顾不了2个人。我爸，你们家这种没有媳妇全家急，有了媳妇全家妻的心态，当初相什么亲，混蛋玩意儿，给你脸了。我爸骂完把电话给挂了。我妈临时请了几天的假照顾我。当晚向文跟周秋抱着小星星来了我爸妈家，要接我回去。周秋这会儿又不高血压了，能照顾我了，我直接拒绝了。开玩笑，我脑子又没坑，他俩都给我上演过一次撂挑子了，我还敢再信？我就是猪了。向文见我态度坚决，用小星星道德绑架我说：老婆，儿子才几天大，你不回去，我也喂不了他吃奶呀。可惜我这人向来没什么道德。我白了他一眼：奶粉是摆设，还是你觉得儿子是我一个人的？向文和周秋被我爸礼貌地请出了家门。周秋说要来我家照顾我，也被我爸婉拒了：不麻烦你，你高血压在家先养好身体。但3天后，向文再次抱着小星星来了我家，开口还是让我回去，说他一个人照顾不了小星星。看得出来，他照顾小星星确实挺累，就3天而已。他憔悴了一圈。我妈怕小星星在他手里真的出什么问题，道：你一个人照顾不了，那就跟小星星一起留在我家，我还能顺便帮你照看小星星。
向文有些犹豫，说：“妈，我的假期到了。”我妈，那你带着小星星一起去上班？向文，最终是向文又跟公司请了假，留在我家跟我妈一起照顾我和小星星。周秋知道后，一天给向文打了3个电话，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让向文去上班，反正我家里有我妈，实在照顾不过来，他来我家跟我妈一起照顾我和小星星。向文还真有脸问我行不行，我说行，你去，但是你去了，出了月子我们就离婚。向文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就奇了怪了，周秋是怎么做到前后判若两人的？我甚至怀疑她在我怀孕那段时间是不是被什么心善的菩萨上身了。直到次日晚，我无意间看见他跟向文的聊天记录，才知道他为什么在我孕期跟变了个人似的。当时是向文正给小星星洗澡，他同事给他谈微信语音通话，他没时间接，让我帮他接了。回完他同事关于工作上的问题后，我退出时，周秋刚好也给向文发信息，还是诋毁我，给向文出损主意的信息。我手贱，网上翻了翻，不翻不知道，一翻吓一跳。周秋在我怀孕那段时间并不是来照顾我的，而是来稳住儿子的心的。因为公公出轨了，两人的聊天记录里，周秋除了骂小三跟公公，就是问向文，万一他跟公公离婚了，能不能跟我们一起住？如果他跟我们一起住，我会不会嫌弃他之类的？我猛地想起，我怀孕时，周秋总是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感情不是担忧我怀孕会出什么问题，而是害怕我将来不同意他跟我们一起住。我生完小星星出院后，原本说要照顾我的周秋突然回去了，也并不是因为他高血压或者向文觉得他太辛苦之类的，而是回去跟公公撕逼去的。在我住院，周秋在医院帮忙那几天，公公把小三带回家了。这个他跟我提前说，或者现在告诉我，我都能理解。甚至他不告诉我，我以现在这种方式知道了，我还是能理解。毕竟在他心里，我是个外人。最让我不理解还觉得刺眼的一段话是，周秋跟向文说，妈跟你说，你媳妇那么强势，将来妈跟你媳妇肯定有矛盾，到时候你可一定要站在妈这边。妈只有一个，媳妇可以再娶，孩子可以再生。向文的回复也是言简意赅，他答，这是肯定的，妈。而他给向文发这段话的时间，正是我怀孕，向文出差，他陪我去产检中暑，我照顾他的那2天，起因是他已经中暑了，非要下楼去买西瓜吃，我让他别去，我去，我也真帮他买回来了。可他跟向文的转述却是我一定要他这个已经中暑不舒服的老人顶着大太阳下楼帮我买西瓜，他又不忍心我一个孕妇吃不上想吃的西瓜，只好强忍着难受，顶着大太阳去给我买了。为什么我这么确定？因为我怀孕期间就吃了那一次西瓜。我干得漂亮，掌控不了老公，就掌控儿子，背刺儿媳妇。怕向文质问我，知道事情的真相，还在后面加了句，你也别说你媳妇，别问你媳妇，她现在怀孕。最重要，我拿着聊天记录问向文是什么意思。向文闪烁其词，这不你那时候还在怀孕，我妈不想因为她的事让你担心了，才没告诉你的。她这段时间心情一直不好。我不这么回答她，怎么回答？难道我要跟她说我会选择我媳妇，不顾她的死活吗？我姑且不说这个，你妈昨天给你发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周秋昨日诋毁我说，你媳妇就没安一点好心，你好好的搬她不让你去上，非要你在她家照顾小星星和她，
小星星现在一天到晚都是睡觉，有他跟他妈还不够吗？我看就是因为我没有照顾他坐月子，他家故意给我下马威。我在她怀孕的时候照顾了她那么久，我现在回家了，她连个短信问候都没有，纯纯的一个白眼狼。而向文的回答更是离谱，他道：“那也没办法，瑞瑞现在又不想你过来帮忙。”我怒道：“什么叫我不想你妈过来帮忙？我家给你妈下马威？按照你妈说的，小星星一天到晚都在睡觉，怎么你带不了？还是要我一个手术完没多久还在坐月子的人去伺候她吃喝拉撒，才不算白眼狼？”向文看了我一会儿，也怒道：“难道不是吗？我妈这么难过，还是上门来请你回去了，结果你呢？你却一点面子都不给，不但不回，你爸还阴阳怪气我妈，不是给我妈下马威是什么？你爸出轨的事，你们谁跟我说过一声了吗？你拿这件事来质问我，连带质问我爸。”向文却更振振有词了：“林瑞，你根本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你若平日里对我妈好一点，我妈都不至于担心她跟我爸离婚后你会不同意她跟我们一起住。或者说，你平日里但凡关心过我妈一点，都不至于现在还没有发现我爸出轨了。我妈的处境多艰难。”我猛地抬头看向文，突然觉得他无比陌生，有种当年被后车司机追尾，还被后车司机追着骂的愤怒和无力感。只是眼前的人成了后车司机，更无力的是，我想报警，还不知道该以什么名义。我深深的怀疑，眼前的人真是当年那个撸起袖子将我护在身后，跟别人对骂的男人吗？真的。向文在他妈最初来给我立威，却在一旁旁观时，我没想过离婚。他在我生完小星星把他妈送回去时，我没想过离婚。看到他妈发信息跟他诋毁我，他却没有帮我说一句话时，我也没想过离婚。毕竟离婚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可这一刻，我动了离婚的念头，失去了跟他吵架的欲望。按照他的这个逻辑，将来我跟周秋再发生任何矛盾，他都会认为是我的错。他妈自己有什么事不跟我说，都是我没有眼力劲儿。向文显然是想跟我吵架了，他喋喋不休：“我妈原本也没有照顾你的义务，你家却这么咄咄逼人。”我懒得听他叭叭，气得我伤口疼，所以我冷静地打断他的话：“你妈现在在家里跟你爸吵架吧？”向文，我想了想，认为你妈说的很对，你还是先回去照顾你妈吧。我这里有我妈，你妈那里你不在，她又玻璃心，一个人万一出什么事，你也有个照应。向文不敢置信地抬头看我：“老婆。”我继续说：“快去吧。”向文犹豫了一会儿，去了，留下了一句谢谢老婆的大度，也留下了小星星。我妈问我，向文是什么意思？他爸出轨，他妈现在在跟他爸撕逼。他心急如焚，顿了顿，但他回去是因为他妈心疼他带孩子辛苦，给他出主意，让他跟先我吵一架，冷战1个月，等我出了月子再来找我和好，这样他就不用辛苦带1个月孩子，也不用在我家受气，还能去上班。我妈天秀，对，刚才周秋给向文发的信息，就是怂恿向文跟我吵架回家的。向文也真的做到了，在我没出月子之前，只来了1次我娘家，看我跟小星星，还是因为除了那次，基本就是日常下班后给我打个视频看小星星的同时，跟我汇报一下他妈跟他爸撕逼的情况。据说周秋气势如虹地把向爸的小三打了一顿，向爸护着小三，现在在跟周秋闹离婚，两人已经去民政局登记了。等离婚冷静期过去，
就去领离婚证。而周秋因为不想看见向爸，已经搬去向文那里住了。向文在周秋搬过去之前，还问我行不行。我心平气和地说，这还用问，当然是可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毕竟是你妈，我们做子女的，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还给妈添堵呢？大概是我语气太平静。向文还问我是不是生气了，我借口小星星哭了，挂了他的视频，他才来了我娘家看我跟小星星。在确定我没有生气之后，他开始跟我憧憬美好未来。老婆，我妈把所有房间都打扫了，就等你和小星星回来了。到时候你的假期结束，我妈带小星星，你去上班，这样既不耽误你工作，也刚好给我妈找点事做。不然她现在跟我爸离婚，容易胡思乱想。我笑笑没说话。又半月，向文再次来接我回家时，我直接把离婚协议甩在了他面前。向文愣了一会儿，一脸懵逼地问我，老婆，你什么意思？你都还没有断奶，担不起成人的责任，先在你妈那里过到断奶吧。向文急了，为什么呀？我现在出月子了，有力气跟他吵架了。我道，向文，亲子鉴定做了吗？向文，小星星一看就是我的儿子，还做什么亲子鉴定？我笑了，你也知道小星星是你的儿子啊。小星星刚出生几天，我剖腹产坐月子，你丢下我俩去照顾你妈就算了，这1个月你连来看看我俩都是为了我同意你妈跟我们一起住，你说为什么？向文有理有据，不是你自己让我去的吗？对，因为在那一刻，你在我心里就已经不是我老公了，我就当我老公已经死了呀。向文，你不是说你妈也要离婚了吗？她现在离婚，心理创伤大，我们离婚后，你也刚好能安抚她了。你妈九死一生的生下你，别寒了她的心。向文，但向文不同意离婚，我懒得跟他掰扯，打算直接上诉离婚。我跟他没有什么财产纠葛，所有的不动产基本都是我俩婚前的，婚后的那点存款，我在医院生了小星星后，差不多也没了。唯一的纠葛是小星星的抚养权，孩子2岁之前是判给母亲的，也没什么争议。但没多久，向文带着周秋再次来了我家劝和。周秋进门就在我爸妈面前一顿哭，边哭边道，亲家，你们劝劝瑞瑞，婚姻不是儿戏，小星星才2个多月，他俩现在离婚了，小星星多可怜啊。我爸看了眼坐在一旁的向文，道，小星星确实挺可怜的，刚出生10几天就丧父了。向文，周秋立马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向文缺席瑞瑞坐月子这事，主要还是怪我。我当时跟他爸闹得不可开交，向文也是怕我出什么事，才一直在家看着我的。我也没想到2个孩子会闹成这样，早知2个孩子会闹离婚，我当时肯定不先跟他爸闹，说的挺像那么回事。但我不想跟周秋装了，我问，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效果？周秋，别说什么你没想到，月子仇能记多深多久，你比我清楚多了。不然30年过去了，你为什么到现在都还记恨着你婆婆？我怀孕时，你跟我说起你婆婆，都还是银牙咬碎的语气，所以别装了。你不就是想着你现在离婚了，既然抓不住前夫，那就抓住儿子，我也成全你了，请回吧。周秋，大概是他的真实想法被我直白地说出来了，他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最终恼羞成怒。林瑞，我好歹是长辈，现在来给你和向文说和，你怎么能这么恶意地揣度我？我白了他一眼，不需要你来说和，你守好你儿子就行。
因着我这些话，两家人不欢而散。但都这样了，向文依旧不愿意离婚，而一审判决下来也没判离。于是，为了加快离婚进度条，我当着周秋的面跟向文道：“不离婚也行，你把你妈请出去，我不愿意跟她一起住。你妈当着我的面一套，背着我跟你说的又是另一套。我不想跟她在家里演深宫大戏。”向文揉了揉眉心：“当初可是你同意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你现在要把我妈赶出去，我妈去哪里住？”对，周秋离婚的时候没要房，只拿了存款，但我那我可不管，这个家里有我没你妈，有你妈没我。我这话刚说出口，周秋又开始哭，边哭边道：“你们别为了我吵架了，我搬出去自己租房子住。”说完，起身又一脸精神恍惚的自言自语：“人老了没用了，在家里谁都嫌弃，还影响儿子跟儿媳的感情。”向文看了眼我，又看了眼他妈，一把拉住要出门的他妈，急忙道：“妈，没有的事，你现在能去哪里？”说着，向文还看向我，希望我帮他一起跟他妈说好话。但可惜，为了跟向文离婚，今天这恶人我是当定了。我指着周秋说：“老太婆，别惺惺作态，你想走早就走了，现在表演给谁看？”两人，但你别说，周秋演得挺像那么回事，那说掉就掉的眼泪，一脸绝望的神情，堪称影后，甩现在的流量小生几条街。所以，最终在我强硬逼周秋搬出去的第7天，周秋哭哭啼啼地说要跳楼一了百了，不耽误我跟向文后，向文同意离婚了，小星星的抚养权归我，他每个月出1000的生活费。然而，即使向文同意离婚了，却还要把所有的错往我身上推，认为是我没有容人之量。他打电话过来泼我：“林瑞，我自认为我妈很可以了，在你怀孕的时候尽心尽力地照顾你，现在也愿意帮忙带小星星，但你却非要抓着我妈没照顾你坐月子这点不放，闹离婚。你真跟我离婚后，跟谁再结婚，不需要面对婆媳关系，你这般斤斤计较，重新嫁给谁都一样，还是得离婚。”我在心里给他翻了个白眼，回了他一句：“你少操心我，多关心你妈。”后挂了他的电话。我自认我俩这场离婚已经是完全撕破脸了，把最初恋爱时的美好撕得一丝不剩，已然是到了没有任何话可说的地步了。然而，我俩去离婚那天，拿完离婚证从民政局出来，向文却突然一脸痛苦地拦下我，问：“林瑞，我想不明白，我俩为什么会走到这步？我都懒得看他表演，因为结婚生孩子后，你觉得我已经到手了，不需要再伪装了，干脆就不装了呀。没有责任心的妈宝男。”向文，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你比谁都清楚。你只是在赌我会不会为了小星星忍下你不负责的行为。你现在哭，也只是因为你赌输了而已。向文，下次别演了，别再霍霍其他姑娘了，你只适合跟你妈一起终老。向文显然是没听我的劝，跟我离婚后不久便开始继续相亲了，但龙城真的很小。小到在街上走几步就能遇见一个熟人的程度，而我妈为了帮我带小星星，提前内退后，闲来无事就带着小星星去楼下的公园，跟楼下大妈大爷们一起跳跳广场舞，聊聊八卦。八卦内容无外乎谁家的家长里短。我妈还气着我跟向文离婚时，向文不负责的态度，添油加醋的跟广场舞的大妈们把向文在我坐月子期间被周秋撺掇把剖腹产的我和小星星丢下，
一天也不愿意照顾的事儿，说的人尽皆知。所以跟他相亲的姑娘在知道他上一段离婚的原因后，大部分都婉拒了他，小部分愿意继续跟他交往的，他自己却看不上，要么是嫌弃别人长得不好看，要么嫌弃别人学历低了，毕竟他自己有车有房，颜值确实也还行。更无语的是，他自己二婚，还嫌弃别人二婚，理由是他又没带孩子，跟头婚没什么区别。故而他跟我离婚7年，都还在继续相亲的路上，直到第8年，他降低标准，找了个丧偶带孩子的，从此开启了另一段鸡飞狗跳的婚姻生活。尾声：向文。跟林瑞离婚的第8年，我再婚了。再婚对象王宇比我小7岁，丧偶，带一个8岁的儿子。我看上了他的颜值，他应该是觉得我跟他亡夫有3分相似。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三观还挺合得来，他也愿意跟我妈一起住，我俩便领证了。我妈原本是看不上王宇的，说他带着个儿子，这要是结婚了，我就得帮别人养儿子。谁知道帮忙养大了后，是不是个白眼狼？但我这些年相亲失败太多次了，我妈年纪更大后，想抱孙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小星星却是不愿意认她这个奶奶，更别说跟她亲近了。故而在王宇同意再跟我生一个孩子后，我妈点头答应了我们的婚事。最初我妈跟王宇相处的还算愉快，王宇很会做家务，人也温柔。跟他结婚后，家里的家务基本都是他在做，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而且他做饭也十分好吃，还重辣，很合我妈的口味。他儿子也很懂事，基本不需要人操心，所以起初我妈还经常在我面前夸他，说王宇比林瑞强多了。林瑞就是被他爸妈惯的，连家务都不愿意做，说2句还发飙。对，我跟林瑞离婚多年了，我妈对林瑞都还有怨气，说当年他为林瑞付出了那么多，却没换来林瑞的一句好。看到他跟王宇相处的愉快，我也松了一口气。我以为这是新生活的开始，直到半年多后，怀孕2个月的王宇第一次跟我吵架，我才知道我妈在我面前夸着王宇，背地里却一直在贬低他和他儿子。话说的有些难听，诸如王宇现在这么勤快做家务，就是为了哄我开心，好算计我的钱给他儿子之类的。对于他儿子，我妈还建议去寄宿，让他别老回家碍眼。在王宇怀孕后，甚至故意刺激他儿子，道：你妈马上就要有弟弟了，有了弟弟后就会不要你了。王宇也没有跟我大吵大闹，而是拿出我妈说的这些话的录音，跟我道：向文，你若不能让你妈闭嘴，我就自己解决了。我去跟我妈谈了。我妈颇有些委屈的解释说，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王宇还跟你告状，这多安的什么心啊？说着，他炫气欲泣地看向我，所以你现在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我那些年几乎是独自将你拉扯大，你现在要为了你媳妇来跟我吵架吗？我张了张口，眼看着他就要哭出来，最终沉默了。原本想说他几句的话，改成了一句：没有。妈，你下次别乱开玩笑。王宇现在怀孕，很敏感。我妈点头同意了。而我那段时间工作有点忙，要准备出差，也就没再管了。我意识到事情大了，是在次月我出差途中接到我妈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哭哭啼啼的让我赶紧回去，说王宇当众给她难堪，还打了她。王宇也在其后给我打了电话，让我赶紧回去，还解释了他跟我妈打架的原因。起因是我妈把一起跳广场舞的几个朋友带回家吃饭，让王宇做饭。
王宇觉得也没什么，把饭给做了。但我妈吃着她做的饭，还跟朋友们贬低她。在我妈的朋友们都夸王宇贤惠的时候，我妈轻蔑地道：“那可不得贤惠点，不然怎么哄我儿子给他钱，帮他养儿子？”王宇气不过，也戳我妈的脊梁骨，道：“周秋，你被离婚就是因为你嘴贱吧？向文上一次离婚的原因也是因为你嘴贱吧？都把2个家给做没了，现在还要继续嘴贱搅和我跟向文。试想，我跟向文也离婚后，你好独自霸占向文。”他怒骂：“你要是有链子情节，你当初就早说，跟你儿子好好的过。你让你儿子出来霍霍我干嘛？”我妈气得站起来要打王宇，然后被王宇反手给扇了2巴掌。王宇还威胁我妈：“死老太婆，我现在可是孕妇，你这1巴掌下来，我若是出什么问题，你就准备坐牢，我坚决不惯你。”我妈了解事情的始末后，我一个头2个大。而在我头大的时候，王宇又给我发来了微信信息：“王宇，向文，要么你让你妈搬出去，要么我们搬出去。王宇，没结婚之前，你说将来家里有矛盾，你肯定在我之前先帮我解决了。结婚之后，你不但不帮我解决，还躲起来做缩头乌龟，甚至纵容你妈来我这里撒泼。王宇，你若只想做个躲在你妈背后的妈宝，没打算做个男人，你当初在相亲的时候就明白地说呀。你说了，我们何必结这个婚？你跟你妈原本也过得好好的。我沉思了须臾，回他：“老婆，我过几天就出差回家了，你等我过几天回去再说行吗？”然而等我过几天回去时，王宇已经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他道：“孩子还没生呢，你妈就这么拿捏我？等孩子生了，我不就直接成了你家的免费保姆？所以你若搞不定你妈，我们之间也没必要生孩子。”然后不论我说什么，他都态度坚决，要么离婚，要么跟我妈分开住。他还带着儿子搬走了。我妈也给我施压，成天地在我这里哭哭啼啼，翻来覆去的还是那几句话：人老了，不中用了，现在还无病无痛，就被儿子儿媳嫌弃，将来真有个什么3长2短，那不得被儿子儿媳妇直接赶出家门。我也有些气他，吼道：“妈，你是不是有病？当初说要抱孙子的是你，王宇怀孕了，你却在她怀孕的时候故意为难她。现在王宇把孩子打了，你开心了？”可我只是骂了我妈几句，我妈却要死要活的要跳楼，说以后再也不耽误我了。我只能软下语气跟她讲道理。好不容易我把我妈的情绪安抚下来了，我妈说自己确实知道错了，愿意搬出去在我附近租房子，让我把王宇请回来。结果次日我上门去给王宇道歉时，我妈一定要跟着一起去，又跟王宇吵起来了。当时是王宇刚好买菜回家，他家是老旧的楼梯房，我妈给他道歉说好话，但王宇不接受我妈的道歉，还说不想看见我妈。我妈有些生气，便拉了他一下，结果被他躲开了。我妈却因此一脚踩空，从楼梯间滚了下去，双腿摔了个粉碎性骨折，昂贵的医药费不说，余生都只能坐轮椅度过。王宇在发生这事后，第一时间要跟我离婚，还嘲讽我妈：“恭喜你，老不死的，现在你儿子独属于你了。”我俩拿完离婚证从民政局出来，王宇鄙视地看着我说：“妈宝男，以后照顾好你妈，别再出来霍霍别人了。”我猛地想起很多年前我跟林瑞离婚时，林瑞说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话，这一刻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对的。
两段婚姻都被我经营得一塌糊涂。最大的原因是我明知道我妈爱胡搅蛮缠，却总想躲避责任。我觉得我妈跟他们能自己处理好婆媳关系，或者说，我总觉得他们会为了孩子忍受我妈的胡搅蛮缠。若在最初，我哪怕有过一丝丝作为，不至于两段婚姻都以离婚收场。可惜到如今已悔之晚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